虎皮兰又名虎尾兰、千岁兰，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懒人盆栽植物。它喜干旱、忌积水，喜光耐阴和通风良好的环境。它的花纹颜色非常有个性，不仅可以装饰家居环境，放客厅、放阳台都很美。它因为枝叶四季常青，几乎没有明显的休眠阶段，所以被誉为绿植中的劳模。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，它夜间吸收二氧化碳，释放氧气，是室内净化空气的好帮手。虎皮兰也因易养殖的习性，曾被养花大众称为养不死的虎皮兰。有的花友养一盆虎皮兰，一养就是好几年。可最近有不少花友反映，养了多年的虎尾兰突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伏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那么，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接下来花花就把原因及处理办法分享给大家。1. 典型案例，这里就说说之前的一个事例。当时正值秋末冬初，昼夜温差很大，就有花友来私信我说，他放在窗台上的2颗虎尾兰都出现了倒伏，就很困惑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首先职业反应提醒我，这2颗虎皮兰要么烂叶，要么烂根了。在我的建议下，他用小铲子轻轻挖出倒伏的虎皮兰，果然，其中1颗倒伏的叶片根部已经腐烂，看不到白白的根须了。而另1颗则是其中1个叶片底部变软、萎蔫，还好根部并无大碍。然后他就说，前段时间气温低，这2颗虎皮兰很干旱，但我因怕冻伤一直没有浇水。最近气温回升，浇了1次透水。卧室窗台暖阳高照，但室内有绿萝、白掌这些怕冷花卉，因怕它们被冷风吹，所以一直没敢开窗通风。所以我初步估计应该是阳光直射，盆内温度相对升高，而盆土潮湿，没有及时开窗通风，根部就无法呼吸，从而导致的烂根烂叶。所以解决办法就是轻轻剥掉烂叶，将剩余带根部分放通风处，等待晾干重新栽种。旧土因根系腐烂，添加多菌灵粉末消毒，机制增加营养土及珍珠岩，保证养分的供应和透水透气性。烂根的那颗已无法直接栽种，削掉腐烂的根部，将叶片用小刀截成小段，用多菌灵溶液浸泡消毒后晾干，选取干净微湿润的河沙做基质扦插，等待它重新生根即可。2. 倒伏的原因。通常来讲，虎尾兰倒伏可以分为2种情况。第一就是单株倒伏，这种一般情况就是植株体内缺氧所致，尽快追肥乃最佳解决办法。另一种就是多株倒伏，它不同于单株，多株生长的根系是很发达的，也就不存在缺氧的情况了。所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3种。1. 浇水太多。由于虎尾兰的根系比较浅，浇水太多会阻碍根系呼吸，时间长了会烂根，从而就会出现叶片发软的现象。这种情况下应尽快排水处理，还要多通风，蒸发掉水分。注意后期给它浇水，需按照宁干勿湿的原则进行。另外，入秋以后，由于温度相对的降低，很多花友就会把虎尾兰搬到户外晒一晒。其实这个做法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们要注意露养的时间以及日照的时长。如果养护虎皮兰长时间放在强光下暴晒，那么它表皮的细胞组织就会被灼伤，不能正常进行呼吸、光合等一些生理作用，从而营养不足，会出现黄叶、倒叶等现象。这种情况下需遮光处理，尽快将它移到通风、微光处管理。平时偶尔让它晒晒就行，注意强光的时候一定要避开。尤其是刚立秋的中午，这时的光照强度可不比夏季差，所以最好是选择早晚露养，不仅温度适宜，还能促进其生长。2. 土壤不透气。虎皮兰别看植株长得高大有力，但是它的根系却不发达，所以一旦土壤板结不透气，根系舒展不开，硬邦邦的包裹住根系，那么虎皮兰肯定就长不好。因此，配土要用疏松透气性好的沙质壤土，就和养仙人掌、仙人球的土壤差不多。在营养土中掺入1半的颗粒土或大颗粒的煤渣和沙等等，来调节土壤的疏松情况，让根系充分的舒展，虎皮兰才能长好。3. 病虫害及营养不良。在生长过程中缺乏足够的营养物质，虎皮兰某些部位就会发育不良。
它的新叶颜色由均匀的浓绿褪为黄色，植株生长速度变缓，老叶由绿色褪成古铜色或橙色，甚至出现叶片卷曲，但叶柄仍然保持正常生长。随着营养缺失加剧，整个树冠都褪色，植株生长受阻甚至死亡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虎皮兰的炭疽病或细菌性软腐病。虎皮兰炭疽病和细菌性软腐病都是由真菌侵染造成的一种常见病害，对虎皮兰的生长影响很大，轻者使叶片干枯腐烂，重者会导致植株整株死亡。所以虎皮兰如果出现叶片干瘪萎蔫以及细长倒伏的情况，可以从以上3个方面来着手检查。平时养虎皮兰，盆土除了疏松透气之外，浇水要做到干透浇透，适当放在散射光充足的地方，每天照射1-2个小时就可以，虎皮兰就可以嗖嗖的生长，非常皮实，1年就可以长满盆，气势犹如雨后春笋。3. 入秋后的养护。入秋后就是虎尾兰的生长季节，此时我们最好给它换盆，这样更利于它的生长。而且它作为典型的喜阳植物，充足的光照是虎皮兰正常生根发芽的先决条件。最后就是要勤加施肥。不得不说，植物有时和人简直一模一样，一旦体内欠缺养分，它们的长势就会越来越颓。虎皮兰更是如此，理应每月找时间各浇灌2次浓度适中的肥水，切忌花肥的浓度宜低不宜高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分享的内容如果有错误和疏漏，还请批评指摘。虎尾兰的倒伏，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更多人看到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